我们到了颐和园，现在要入园。哇，这里美，这里美。本来要3小时，我是傻了，我今天死都要吃到3点。大家好，今天不知道第几天，我们穿成这样，我们要准备去颐和园。11点喽，迟到喽，耶！我们到了颐和园，现在要入园。我觉得我穿到很变态啊，很多人没有穿到像我这样。由于不了解12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，于是我今天只穿了皮衣出门。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刚才那个直接插你后面是不是？哈，你问他，我就什么事啊？他就嘿嘿这样。幸好你 EQ 很高哎，你给我只会讲，这是我的胃，中山队。第3天的行程，我们安排来到了颐和园，它是清朝的皇家园林，也是现在北京最大的古代园林。以前是皇帝夏天来避暑的地方。好冷哦！啊，起风了。要来的朋友们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一直爬山的路，膝盖不大好的我都受不住。哇，好多石头啊！爬，哦，哇，哇，这里美，这里美。哇，我膝盖很痛哎，咔咔声这样。我难上哎，怎么讲特别的路啊？难上哎，会小心哎，到我了。哇，Oh no！麻布很美，刚才它地上全部都是麻布啊，整块是麻布嘞，妈的！我们在家里买一个麻布桌子要几千块。没有，在怡宝炸就可以了。哦。什么？他讲以前这里有1100个佛头，然后过后被拿走了，然后这个佛头全部是被补上去的，这些是补回去的。哦，本来是真的。他补那个琉璃的材质，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材质，应该是金还是？应该是比较贵的材质，所以他们偷了，全部头拿走了，所以他那个头跟身体是不一样的，他拿走了，然后过后他这个是后来我们专门补回去的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偷听别人讲话。对，是你没有请 private 的 touring。全部跟着拍，我跟着拍，给波点一秒。到长廊了，应该是长廊吧？还是红廊？红廊，你吓到我了！红狼，你吓着牛皮了。这长廊。长廊。虽然一直在爬山，但是目前为止，这座园林还是很美的。这个就是长廊，好像是什么，不知道是世界还是哪里最长的走廊。然后每个图画上面都有细节的，每个画不一样啊，然后这是颐和园的长廊，全长700多米，据说每一段梁上都有不同的彩绘。以前的皇室就是在这里散步乘凉。这个斜坡要我命啊！我们来到了画中游，好多人呀！这里很特别，你看它是山路，然后它盖一个亭下去，然后在山上建一个屋子的给它，所以它叫画中游这样的意思，应该是在画里面走来走去。我真的觉得画中游的意境很贴切，古人取名真的是很绝。感觉就是我的人在园中行走，眼前的景色就像一幅一幅展开的画。再联想到这个名字，真的是有一种哇的感觉。这是画中游俯瞰下去的景色，让你们和我一起体验吧。我们要赶去石岐孔桥那边拍照，现在3点多啊，我们就一边走一边吃。可是我们提早叫外卖打包了，
我们都是午餐没有吃，晚餐才吃正餐。好酷！不是开玩笑的，从化中游走到石器孔桥，可是足足走了我30分钟。我平时都没有这么走过。好在沿途的风景很美，可以让我们走走停停。喝茶一个啊，花茶一个，花茶一个。感冒还要吃冰淇淋。乳猪糕很好吃，饼干也是很香。好不好？花茶。爽快。这是佛香阁，由于当天我们去的时候巨多人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不去踩点了。走着走着就到了石器孔桥，如果不是天气太冷，坐在这里看夕阳是很舒服惬意的事情。看完了夕阳，我们就立刻去到此次北京行我最期待的食物——北京烤鸭。我等了要3小时，我是傻了，我今天死都要吃到烧鸭。我们打车到附近的世纪名府，因为我馋了很多天，所以就算排了3个小时，我一定要吃到它。这里走的是开放式厨房，让我们可以看到师傅们烤鸭的过程。我等了很久，终于入座了。刚才他们送我的小菜，菊，这个是笋吧？这个听不懂。小两毛3片带煮的鸭肉，蘸一下这个甜面酱。再加2个3根葱丝，泡菜条，下至上，再从左向右，再从右向左。这种方法叫做婴儿折叠法，哪位品尝一下呢？先吃它的第一口泡菜。蘸白糖。哇，蘸白糖。它的那个皮很厚啊。它的皮要蘸白糖吃。好吃哦！我想象不到的味道原来是这样好吃。我不吃鸭了，我就是很好吃。不得不说，北京烤鸭真的很好吃。那个鸭皮它烤到很透，所以吃进去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油脂很厚、很脆的口感。虽然网上对世纪名府的评语很两极化，但是根据我的口味的话，我还是觉得很值得吃啦。风太大了，大家我错了，今天6度体感1度，我要死了。还会包子，因为我们的锅贴是2边没有关了。哇，我们刚才在南锣鼓巷走走，然后看到一些小胡同，我们就进来走走，很适合打卡拍照。哇，这里超美。